菲律宾近期终于公开了对美军新开放的4大军事基地地点，而这4大基地可让美军直达南海、台海。那么我国有什么应对方法呢？各位老铁，大家好，欢迎收看本期迷彩虎，我是虎哥。在菲律宾新总统马科斯上台后不久，菲律宾就和美国达成了一系列军事合作协议，除了重启之前的5大基地之外，还会新增4大基地。原本这5大基地中就有好几个基地十分接近台岛了，再加上这4大基地，可以说是美军的部署得到了很大增强，并且美军已经开始修复位于吕宋岛的巴萨空军基地机场跑道，而吕宋岛距离台湾的距离只有360公里。以这个距离来看的话，一旦美军将这个机场跑道修好了，那么美军所有战机都能直接参与到未来可能到来的台海冲突中去。既然原本的5大基地都这么针对我国了，那么新开放的4大基地对我国的针对将会更加明显。有不少人都认为，菲律宾甚至会将中业岛等一批非法侵占我国的岛礁开放给美军当军事基地，这样既能将这些岛礁彻底据为己有，还能让菲律宾在南沙群岛中搞事情的时候由美军撑腰。在新开放的4大基地中，第一个是位于卡加延省的卡米洛奥西亚斯海军基地，第二个是同样位于卡加延省的拉洛机场，第三个是位于伊莎贝拉省加木镇的梅尔乔德拉科鲁兹营地，第4个是位于巴拉望省的巴拉巴克岛。从这4个基地的分布来看，前3个都是位于吕宋岛北部，这3大基地可以理解为是专门针对台海而建造的。因为吕宋岛距离台岛距离最近的一处只有360公里，而另外一处位于巴拉巴克岛的美军基地可以理解为专门针对南沙地区的。在过去的2年间，美军航母大多都是通过巴拉巴克海峡进出南海的。在巴拉巴克岛上建立供美军使用的基地，可以让美军在未来可能到来的台海冲突中掌握巴拉巴克海峡这一关键通道，从而保证美军航母能够顺利地进出南海。目前菲律宾官方只是公开了这新开放的4大基地地点，但是还没有开始修建，估计等到美军的经费下来了，这4大基地就会开工进行建造。而这4大基地一旦建成，不管是对我国在台海地区的掌控力，还是南沙群岛的掌控力，都会造成巨大的影响。像台海地区，原本美军在台海冲突中很难打一场持久战，就是因为美军没有合适的基地，美军想要从本土万里迢迢的过来打持久战，显然不现实。有了菲律宾在吕宋岛的基地就不一样了，本次开放的基地再加上之前开放的，等于是海陆空3军基地都有了。而在巴拉巴克岛，此岛距离我国南沙群岛十分近，菲律宾的舰艇之前也是从这个岛上过来侵犯我国在南沙群岛的主权。不过相比较美军，菲律宾这只能算是小打小闹，美军航母通过巴拉巴克岛周边的巴拉巴克海峡进出南海，在战时带来的威胁远超菲律宾。不过美军想要在这4处修建大型军事基地也是不现实的。虽然这4处基地距离台岛以及南沙群岛近，但这也意味着距离我国导弹也近。目前我国东风系列导弹已经实现了第1岛链全覆盖，一旦美军在这儿修建大型军事基地并大规模驻军的话，那么在战时等待的将会是我国东风导弹的一锅端。因此这4大基地更多是充当一个补给基地，只会提供一些后勤补给作用。但即便是这样，这些基地能给我国带来的威胁也极大。如果在战时不第一时间清除这几个基地，那么美军将获得源源不断的补给，而在未来可能到来的台海冲突中，时间拖得越久，对我国就越不利，因此必须速战速决才行。所以说，我国在南海地区的填海造岛工程已经刻不容缓了。目前有消息披露，位于西沙群岛的永兴岛上，空军歼16战机已经入驻，而南沙群岛中的7大人工岛吹沙填海总面积才13平方千米，
虽然也有着解放军的军事部署，但是相对于此地的重要性来说，显然是不够的。因此，在南沙群岛地区还要进行大规模的填海造陆，特别是仙宾礁和黄岩岛地区，并进行有效的防卫部署。如此将会有效遏制菲律宾对美军开放的几大基地，并实现对南沙群岛的彻底掌控，避免某些国家再对这些岛礁动一些不该有的小心思。